俄罗斯梁赞最大炸药厂突发爆炸，工厂全面摧毁。莫斯科车站突发大火。俄东南铁路枢纽再遭无人机冲击。乌克兰成功收复红军村，夺回150平方公里失地。乌军强势反攻，北部前线击退俄军2公里。乌克兰幽灵狙击手刷新世界纪录，4公里外狙杀俄军 ，AI 助攻成亮点。俄乌战争第1271天，乌军多路反击收复定居点，俄军政治突击受挫。乌军收复红军村后再出击，重炮猛轰俄军阵地。川普，俄乌无需停火，直接达成和平协议才是最佳方案。美俄峰会刚结束，俄发动无人机和导弹夜袭。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日，俄罗斯国内发生重大军事设施事故，梁赞州一处重要弹药厂突发剧烈爆炸，现场火光冲天，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广泛关注。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约200公里处的 Elastic 炸药厂发生连环爆炸，初步起火点疑似为火药生产车间，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厂区遭到毁灭性破坏。从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巨大，车间在瞬间被炸毁，浓烟滚滚，形成了蘑菇云般的视觉冲击，连城市周边都能清晰看到爆炸后的火球。不少目击者称，爆炸声在莫斯科郊区都能听见，令人震惊。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随后证实了这一事件，援引官方说法称，爆炸属于操作失误所致，并排除人为袭击的可能。初步调查认为是车间违反安全生产规范，导致弹药被意外引燃，从而引发爆炸。爆炸已导致11人丧命，130人受伤，其中29人住院。救难人员在事发现场的瓦砾堆中持续搜索。公开资料显示 ，Elastic 工厂成立于2000年，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弹药制造厂之一，长期为军方供应关键材料。本次爆炸几乎将整座工厂摧毁，不仅是一次工业安全事故，更对俄军后勤造成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梁赞作为俄罗斯的能源与军工重镇，近年来屡次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无人机此前就曾袭击该地的炼油厂，此次事故虽被定义为意外，但外界不免猜测其中是否仍存其他隐情。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俄境内的关键能源设施频遭打击。就在几天前，萨马拉州的塞斯兰炼油厂也遭乌军无人机群袭击。该厂年产能达600万吨，是俄罗斯重要的石油加工基地之一。袭击造成核心设备 ELOUAVT 6原油蒸馏装置严重受损，多座储油罐被击中，引发大范围火灾，损失巨大。尽管俄方称火势已被控制，但从现场图像来看，炼油装置遭到严重破坏，修复难度极高。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炼油厂长期承担着汽油稳定化、能源2次蒸馏等关键技术任务，其停摆可能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产生连锁影响。综合近2周的动态，乌克兰已对俄罗斯境内5大炼油厂实施集中打击，力度空前。这一连串打击行动被认为是乌方对俄军后勤系统实施的新一轮战略消耗战的开端。乌克兰对俄罗斯铁路系统的打击仍在持续，这一次目标直指南部最大的铁路枢纽。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传出火车站突发大火的消息。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8月17日深夜，莫斯科南部谢尔宾卡地区爆发火灾，起火点位于火车站附近，多达3座仓库被烈焰吞噬，夜空中腾起巨大的火球，场面极为骇人。火灾原因目前尚未查明，但现场目击者称，事故已经迫使铁路运输被迫中断。谢尔宾卡的地理位置颇为敏感，它距离莫斯科市区仅37公里，附近还有一座距离市中心仅10公里的国际机场。如果火灾确系乌克兰袭击所致，无疑将对莫斯科核心区域产生严重冲击。事实上，近期乌军确实加大了对俄铁路线的打击力度。就在谢尔宾卡火灾发生后不久，沃罗涅日州利斯基火车站再度遭到无人机攻击。作为俄罗斯东南部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
利斯基是俄军后勤的重要中转站。现场视频显示，无人机直扑车站核心区域，随即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人群惊恐逃散，滚滚浓烟笼罩整个战区。从莫斯科的区域交通中心到沃罗涅日的战略铁路枢纽，俄境内的后勤补给线接连受创。与此同时，能源设施同样成为乌克兰打击的重点。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基地日前再次遭到袭击，火灾持续到天亮，浓厚黑烟弥漫在城市上空。更早前，布良斯克的乌涅恰石油站也被击中。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地多座油罐被彻底摧毁。可以看出，乌军正通过系统性打击俄罗斯的交通与能源网络，逐步削弱其前线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俄乌两军似乎正准备在波克罗夫斯克（俗称红军村）一带展开决战。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队已收复红军村及周边超过150平方公里的失地。据 Deep State 频道披露，近日乌克兰多支精锐部队意外向红军村方向集结，超出了外界情报的预期。例如，本应在托列茨克作战的乌军第12旅突然出现在红军村北部。此外，来自哈尔科夫的第92旅和苏梅地区的第82空中突击旅也神出鬼没地对该地实施支援。在过去3至4天内，乌军在红军村东北部发起猛攻，特别是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相继摧毁了多个俄军集结点。截至最新战役地图显示，乌克兰已收复红军村150多平方公里土地。其中，第7空中突击军不久前宣布，已彻底清除俄军破坏侦察小组。莫斯科方面尚未对战况做出正式回应，但俄军在红军村的确遭受重创。随着美俄会谈临近，俄军原计划通过猛烈攻势争取所谓的谈判筹码。然而，他们在红军村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并不理想，此前集结的10万兵力未能迅速占领目标区域。如今，乌军在当地的防守局势逐渐稳固。预计在二普会面后，即便莫斯科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前线作战仍不会停止，乌军仍将面临持续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战场，乌军还成功摧毁了俄军一处弹药库，具体地点位于梅利托波尔市。当时，俄军卡车正在运输武器弹药至基地，突遭乌军袭击。俄方军火库被炸毁，运输装备的卡车也遭击中，现场浓烟滚滚。北部苏梅州战火再起，乌克兰军方8月16日宣布，他们在北部苏梅州部分前线成功将俄军击退约2公里，在战略上取得阶段性胜利。据战场地图 Deep State 显示，俄军目前在苏梅州仍掌控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俄方尚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我们的士兵持续奋战，不畏强敌，是将敌军击溃并解放被占领的城镇和村庄。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奥列克西伊夫卡和尤纳基夫卡2座村庄附近，这2地分别距俄罗斯边境仅5公里和7公里。双方火力交错，炮声不断，前线形势异常紧张。本周早些时候，俄军在东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推进约10公里，这一动作曾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俄方或将发动更大规模攻势，威胁乌克兰重要城市的安全。然而，乌军迅速组织反击，成功阻止俄军进攻，并迫使其退守原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行动是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前试图展示战场实力的失败尝试，并预测未来还可能出现类似的挑衅行动。他警告，接下来几天，俄军可能加大对乌克兰阵地的压力，试图借军事行动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外交方面，乌克兰正迎来关键时刻。阿拉斯加峰会结束后，泽连斯基将在周一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多位欧洲领导人也将受邀参加。川普周六表示，他与普京已确认不寻求单纯停火，而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结束这场可怕战争的最佳途径是直接达成和平协议，而非短期停火。只有真正的和平协议，才能让战争彻底画上句号。
前线传来惊人消息，乌克兰士兵再次创造世界纪录，在4公里外精准狙击2名俄军，而这一壮举还借助了人工智慧和无人机的辅助。据战地记者报道，8月14日，顿涅茨克方向的乌克兰幽灵狙击手分队用 14.5 毫米口径的 Alligator 狙击步枪，在4公里之外连续击毙2名俄军。射击过程中，他们通过 AI 系统和无人机提供弹道矫正，实现了极高的命中精度。此次行动不仅打破了全球最长距离双杀纪录，也标志着 AI 正式进入现代狙击战场。军事专家指出，这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定点清除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乌克兰的创新在于将 AI 与狙击手精确射击结合，使远程打击更加智能化和高效。事实上，乌克兰军队近年来越来越依赖无人系统作战，从无人机侦察、打击到机器人迫使俄军投降，传统的钢铁洪流和人海冲锋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纪录刷新仍然是乌克兰自己保持的历史。2023年11月，58岁的狙击手维亚切斯拉夫·科瓦尔斯基曾在赫尔松战场以 3.8 公里的距离成功击毙俄军。随着战争持续，乌军显然还会不断创造新纪录。无人系统的应用正在改变战场格局。今年4月，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击毁了俄军图22轰炸机，成本对比极为悬殊，一架无人机几百到几千美元，而图22造价高达1亿美元。无人机、无人艇等新型装备正在逐步普及，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更加智能化、远程化。俄乌之战正在重新定义现代战争的规则，而乌克兰的狙击手和无人系统则成为这一趋势的最前沿体现。2025年8月1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71天。让我们来看看战场上的新情况。红军村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克兰多路部队展开联合行动，包括第79与第82空降突击旅、第1与第425独立突击团、第25独立突击营、第92突击旅第2营，以及第32机械化旅、第38海军陆战旅、国民警卫队第14作战旅和亚速军部队。乌克兰第93旅官方公告称，他们已清理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赫鲁兹克和维塞莱村，消灭并俘获大量俄军士兵。截至目前，乌军各路援兵已收复5个定居点，并将俄军原本宣称的重大胜利据点切割包围。一支超过300人的俄军部队被困在库切里夫亚尔，处境极为被动。分析人士认为，俄军此次突击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试图在双浦峰会前通过快速突破展示实力，以在谈判中争取更高筹码，但乌军反击让这一计划落空。俄罗斯境内别尔哥罗德与布良斯克交界处，乌军第104旅频繁活动，北方特殊作战中心约200人协同行动，对俄境内战术布局形成压力。北线苏梅方向，乌军第225团与82空降旅一个营击溃俄军第51伞兵团，成功收复一个村庄，残余俄军被迫求渡界河逃回国内。16日，北线其他接触线保持稳定，仅发生2次小规模战斗。东线北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派出2辆坦克、3辆 BTR 装甲车掩护40名步兵向乌军第116旅阵地推进。然而，在第116旅、第15旅及429无人机团的联合火力下，俄军全军覆没，5辆战车被摧毁，无一生还。大米哈伊利夫卡方向，俄军在奥列克桑德罗格勒村西部升起旗帜，可能已暂时控制该村。顿涅茨克方向，经过数日高强度攻势，战场整体趋于稳定。西维尔斯克、恰西夫亚尔和托利斯克3个方向仅发生7次小规模战斗。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经过3天激烈交火，乌军歼灭多布罗皮利亚大部俄军。俄军峰会线里的赌博式穿插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战线恢复稳定。乌军王牌第93独立机械化旅表现突出，一个营毙敌56人，自身零伤亡。第59旅高地掠食者营在新经济村附近摧毁俄军3辆汽车、2辆摩托车和1门迫击炮，并成功夺取一座防空阵地，视频资料为证。然而，战场风险依然存在，俄军利用滑翔炸弹、
炮击和无人机持续骚扰乌军阵地，渗透小组昼夜向乌军控制区渗透，难以俄军16日夺下乌达齐涅村。用一句话总结16日战况，乌军各条战线打得精彩纷呈，但整体战场仍呈焦灼状态。泽连斯基16日发表讲话称，鉴于乌克兰周边的政治和外交局势，考虑到俄罗斯的背信弃义行径，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阵地的施压和打击，以创造更有利的政治环境，为与国际势力的谈判铺平道路。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和准备情况。当然，如有必要，我们将采取不对称的反制措施。我已指示总司令与各作战指挥官进行商讨。将视线转回俄乌前线，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依旧是最炙手可热的战场。在成功收复部分阵地后，乌军随即对俄军防线展开猛烈炮击。诺尔报告称，当地时间8月14日，乌军第93机械化旅向红军村沙西夫斯卡方向发起强攻，坦克与装甲车配合火炮和多架 FPV 无人机，持续数小时打击俄军阵地。战况极为激烈，俄军不断向这一带增兵，妄图一举攻下这座乌东要镇。但几个小时前，乌克兰第79空中突击旅成功阻击了俄军的突击队，再次证明其作为精锐部队的战斗力。红军村的拉锯战持续升温，尽管俄军早早宣布必取，至今仍未能兑现。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其他战线同样燃起战火。乌军夜间突袭了俄占叶纳基耶沃，目标直指第28空军学院，该地自2015年起便驻有俄军第132飞行中队。袭击引爆了俄军设在当地的一个弹药库，火光与爆炸声从夜晚持续到天明，成为乌军一周来在顿涅茨克发动的最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通报，多布罗皮尔方向的战局也已趋稳。此前，俄军在该县连续猛攻，却被乌军第82旅与第1突击团合力拦下。整体来看，在阿拉斯加美俄峰会前，俄军确实在乌东发动多轮冲锋并取得有限进展，但不足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更难以改变外界对峰会难出实质成果的普遍判断。阿拉斯加美俄峰会刚刚落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刻抛出重磅消息，他将在周一亲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面对面商讨终结战争的路线图。就在峰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川普并未休息，而是与泽连斯基、北约及欧洲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一场超过90分钟的跨大西洋连线。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透露，他与川普有1小时的单独深谈，随后欧洲领导人加入对话，气氛紧张而务实。泽连斯基直言，美国的力量足以改变局势，我们支持川普提出的3方模式，由乌、美、俄领导人直接对话，把核心问题摆上桌面。他更强调，欧洲必须与美国同步，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川普方面则释放强烈信号，他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停火不是解决之道，真正的目标是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他甚至透露，如果一切顺利，华盛顿会晤后可能安排泽连斯基与普京的直接会面。川普称，数百万人的生命有可能因此得到挽救。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川普向盟国表明，普京不想要停火，而是寻求一份一锤定音的协议来彻底结束战争。阿拉斯加川普普京峰会刚落幕，欧洲立刻亮出立场。8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斯塔默、芬兰总统斯图布、波兰总理图斯克以及欧盟双核心冯德莱恩与科斯塔，罕见以联合声明的方式为乌克兰撑腰。这份声明掷地有声，乌克兰必须拥有牢不可破的安全保障，足以独立守护主权与领土。所有志愿国联盟都将参与其中，且援助不设上限，不设禁区。俄罗斯没有任何权利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与北约。乌克兰领土归属只能由乌克兰人自己决定，国际边界不可因战争而改变。欧洲此举被视为对普京画下红线，无论俄方态度如何，乌克兰通往欧盟与北约的大门，俄方无权插手。分析人士指出，
这不仅是对川普斡旋的一种呼应，更是在告诉世界，欧洲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峰会，旨在探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峰会落幕数小时后，基辅方面16日指出，俄军在夜间对乌克兰展开猛烈攻击，发射了85架见证者 Shahed 型攻击无人机，并使用一枚伊斯坎德 Iskander-M 弹道导弹，对乌克兰4个州的前线地区发动打击。乌克兰空军在每日报告中指出，这些攻击始于8月15日晚，并持续到16日凌晨，正值普京与川普会谈期间。防空系统奋力反击，其中61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尽管西方多次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停火，但川普在峰会后未宣布停火。分析认为，此次夜袭显示，战场局势依旧高度紧张，和平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